靠性1和9，99.999。5G 可以支持到8K 电视、自动驾驶、远程医疗。大家期待吗？有足够的流量吗？别怕。他是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科技重大专项董事吴鹤全。2035年，中国会因为5G，GDP 增加大概1万亿美元，新增就业机会1000万人。哪些领域会出现哪些新的职业？我想发财。5G 背后承载的，绝不仅仅是个移动通信，它承载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希望。这是5G，这是4G，两个我们同时开始测速。3、2、1。只有5G 才能显现出速度与激情。本期演讲者吴鹤全。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气血康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先来进入一条时光隧道，请看我身边这个小小的展台。我可以告诉大家，它记录了我成长的过程。我上中学，这个东西出现了，谁还知道这是什么吗？你们都是考古系的吧？BB 机你们也认识。当有一个信息进来，噔505后面跟一个电话号码，意思就是请回这个电话号码，有着急的事找你。差不多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东西出现了，知道这个叫什么吗？它的真名叫大哥大。它经常通话的质量就是大哥大，就根本听不清楚。因为它是模拟信号，可用的这个环境条件都非常的苛刻。一台大哥大在那个时候，连机器带号码，很有可能要花上你2、3万块钱。大哥大拿在手上，走在街上，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当你走到马路中间，突然电话响了，你就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喂，哎，是的，可那个年代。有一个大哥大，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它解决了一个通信当中的痛点，就是你真的可以实现随时随地和别人的交流。到了后来，我大学毕业，我用的第一台手机应该是这个了。从1G 到2G 的飞跃，就除了打电话之外，我们可以发短信了，沟通一下子又方便了很多。第3个是大家开始比较熟悉的了，3G 的手机。当时我觉得3G 的手机简直让人幸福的，因为它终于可以看图片了。然后紧接着就是大家现在最熟悉的4G 手机，不但图片、音乐、视频都可以轻松下载。而接下来最后这个5G 手机，此时此刻，在我们5G 网络覆盖的前提下，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它来感受5G 的震撼。说了这么多，5G 究竟是个什么概念？一旦我们跨入5G 时代以后，我们的生活还会有怎样的变化？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开讲嘉宾是第2次来到开讲，作为中国新兴互联网领域领军人之一，一直在引领着我们今天生展的方向。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新一代无线移动通信科技重大专项总师吴鹤全院士，有请。吴院士您好，欢迎您，欢迎您。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各位请坐。吴院士，欢迎您又一次来到开讲。好，小霞好。台上这些手机您都见过吧1G 的时候我还没有手机，2G 的时候我已经有手机了。
3G 时代呢，开始有了网卡，可以插到笔记本电脑上，你出差到别的地方也可以上网了，是吧？当然后来随着3G 出来了，导航出来了，各种社交应用出来了，到4G 的阶段，因为它带宽上来了，上网资费下降了。如果上网资费不下降，你也不敢用。所以呢，生活中你想它什么，它就当什么，是吧？所以生活的变化，其实就在这一个一个看似很不起眼的小设备的更新迭代当中。那么说到今天我们的主角5G，其实5G 不是说仅仅是5G 手机，5G 手机只是5G 这个时代背景中一个接入设备而已。那么今天既然在这儿我们有了5G 网络，也有了5G 手机，我们给大家实地感受一下，好不好？来，我们在2个手机上都下载了一款测速的软件。大家注意啊，这是5G， 这是4G 啊，请注意，2个我们同时开始测速，3、2、1。哇哦！哇哦！哇，1200，1240，始终停留在1200之上。哇！哇，太震撼，太震撼了！这个网速真的是让人心驰神往。移动通信的峰值速率，5G 比4G 要提高30倍。刚才大家测速1点几个 G， 那是因为现在的工作频段呢是在6G 赫兹以上，这个频段呢，它能做到的速率呢，大概是几个 G 比特。未来做到毫米波频段呢，它就能做到20 G 比特每秒。那一个高清电影还没20个 G 啊，所以你用不着1秒就能下载。大家期待吗？有足够的流量吗？确实，如果资费不降价，1秒钟下载20个 G， 能让我下载我也不敢了。但是你别怕，到5G 的阶段，1个 G 拜的这种流量，几毛钱这种时代肯定很快就到来。今天在现场，我们要感受到的，当然不是说5G 手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我们请吴院士来，就是为我们打开通向5G 的一个畅想的大门和窗口，让我们感受一下究竟5G 时代是什么样的色彩。接下来，我们把讲台留给吴院士，好，有请您为我们开讲。刚才小沙已经是开了个很好的头，说明了大家对移动通信的关心。5G 很热，大家现在对5G 所认识水平啊，比我刚开始做5G 研究的时候已经好多了。大概在4G 牌照还没发放的时候，我们作为国家重大专项就开始研究5G 了。但那个时候5G 是什么呢？不知道。我是广东人，广州人，用广州话说5G 是什么？5G 是5G 就是不知道，啊，所以呢，当时究竟5G 能有什么要求，能做什么是不清楚的。一般来讲，移动通信是10年一代，所以会认为5G 是10年难得来到一次的这样的机会。有一个咨询公司估计到2035年，5G 能给全球的经济产出啊增加12.3万亿美元。大概到2035年，中国会因为5G GDP 增加大概1万亿美元。5G 会给中国新增就业机会大概1000万人，所以这个是很大一个数字。前不久，然后美国宣布5G 要开始商用了，韩国本来商用是要晚1个月的，韩国一看到美国宣布商用了，韩国要把它商用的时间赶在美国商用前2小时，它抢个世界第一。当然了，它刚开始商用的时候只有6个终端，但是它把第一抢去了。那么也就是说，各个国家都看到5G 带来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5G 可以说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制高点，它是未来数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5G 的业务啊，我们说3大应用场景：增强移动宽带、高可靠、低时延、大连接。但是谁能说得清楚，未来5G 什么业务是最热的？现在说不清楚。在3G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想到微信会这么热吗？没有。在4G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微信还能移动支付，还能传视频呢。所以，移动通信的业务不是事先想出来的，是网络能力具备了才出来的。1G 到4G啊，是面向消费者的，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是消费的应用。5G 呢，它当然继续扩展消费应用，但是它会增加面向产业的应用，它会适应于智慧城市啊，这个产业互联网，还有就工业互联网的很多应用。增强移动宽带，很多人都说5G 很快，更重要是5G能支持些什么呢？8K 电视、4K 电视。8K 电视啊，要求的网络接入速率是100兆，4G 的峰值可以到100兆，可是平均是到不了100兆的，所以8K 电视在4G 时代是做不了的。宽高清视频，很多时候还在医疗上应用。我们现在远程医疗，如果模模糊糊的，那你敢去动手术吗？今年3月16号，中国移动跟华为合作，在海南三亚的解放军总医院，一个医生远距离通过5G 遥控在北京301的机器手，经过3个小时把这个起搏器装上去。那么实际上呢，这就是高清的增强移动宽带的应用，将来在我们生活上有很大的应用的机会。好的 VR 要1个G， 没有1个G的速度，你没这个体验，而且没有5G的边缘计算 ，VR 也做不好。当然 VR 呢不仅仅是娱乐，实际上 VR 还有很多应用，比如说医院培养外科医生，你要学解剖，那没有这么多机会。现在用 VR、AR 呢，你就可以直接看到人的开膛破肚，什么东西都看清楚。那么在工业上也很好用啊。一个真实的例子是上海商飞公司，它装919飞机，组装的时候飞机肚子里头啊有大量的电缆，还有大量的管子，这个连线不能连错，需要很有经验的工人对着图纸来连，所以呢效率比较低，质量也不见得保证。现在戴上 VR 的眼镜，加上什么呢？5G 的传输，然后连到商飞公司车间的边缘计算，就是说你看见哪根管子，它就告诉你要连哪根管子；看上这根电缆，就告诉你要连哪根电缆。基本上啊，不需要什么训练，也不需要看图纸，都能保证正确的连接。所以这种应用啊，使得我们高清的视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量的在实际上应用。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实际上可以感觉这个5G 的应用来了。当然，5G 一个很大应用就是刚才说的高可靠、低时延，它能做到500公里时速的高铁。那么将来越快，那手机在铁路上它有多普勒效应，它接收的效果不好，所以呢4G 支持不了这么高速了。5G 可以做到500公里。另外，5G 做到什么呢？空口的延时是1毫秒。原来4G 的时候是10毫秒，减少90%。这有什么用呢？这在车联网、自动驾驶有用。假如你在开车开到100公里左右的时速，你要准备刹车，你根据你的头脑反应和汽车刹下来的距离是多少？100米。只要响应得快，你才能减少交通事故。麦卡锡曾经估计，5G 会助力移动自动驾驶，而自动驾驶呢，大概到2025年，能挽救全球因为交通事故原来可能死亡的3到15万人的生命，这是抢分夺秒啊！这个是要快。它另外呢，希望可靠，你光快你乱传也不行啊。所以5G 希望可靠性做到5个9， 99.999。另外，你有大连接，1平方公里100万个传感器，在4G 时代呢，只能10万个
这也差10倍。双向8车道密密麻麻排上汽车，每个汽车有几十个传感器，它都能够把它连起来。所以呢，5G 也可以说它是针对车联网设计的。当然，车联网并不见得都是自动驾驶，更多时候你可以说辅助驾驶也行啊，对吧？很多人开车不见得会停车停到位啊，那5G 帮你停车啊。现在有人说了，现在我开车上班，到上班的地方可能半小时够了，然后没有停车位，找停车位也有半小时，这样的用不着啊。你开车开到单位你就下来呗，然后让它自动驾驶去找停车位，这点时间无所谓，对吧？5G 的应用啊，现在这些仅仅是想象的应用，未来还有更多，要靠什么呢？靠我们自己去想象。当然了，将来5G 的应用是开放的，所以呢，有待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去开发更多的应用。那么，中国在移动通信在5G 的产业化水平怎么样？中国大概每10平方公里有多少个基站？有5个。到去年年底，中国的移动通信基站大概是640多万个，其中4G 基站372万个。而美国每10平方公里有多少个基站？0.4个。中国远远超过美国。去年年底，中国光纤到户的渗透率90.4%。美国是多少？12.6%。中国住的密啊，光纤到大楼就到了100户，光纤到小区到了100户。美国光纤到户就到户，旁边看不了别的站。他住得稀啊，而且呢，他的私有化，他开个沟都很难，所以注定了他的通信发展不如中国。大家知道去年年底中国移动通信普及率多少？112%。北京的移动通信普及率多少？184%，人均2个手机了。我们的普及率在世界上也是超过了平均水平。那么产业水平怎么样呢？那么我们经历了1G 的时代，应该说中国还没睡醒，所有产业所有都是人家的。2G 时代呢，我们是跟随；3G 时代 ，TDS 还没开始，我们开始有所突破；4G 时代呢，我们说并跑；5G 时代呢，我们在一些领域我们已经跑在最前边。现在在5G，从芯片到终端，到基站，到天线，到网络设备，有全世界最全的产业链。中国是少数几个在全球跟国际上差距最少，甚至在一些领域上领先的产业。但是我刚才说到是一方面，我们表现出来在一些领域上我们走的领先的位置，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在一些最关键的核心技术上，移动通信上也暴露了软肋，还有说芯酸，这个芯是芯片的芯，为什么呢？现在除了华为以外，我们其他的终端公司都用外国的芯片，外国芯片呢要交专利费，仅基的3.25%，哪怕你的终端镶了黄金算了钻石，把黄金钻石加在一起3.25%，所以这是很不合理的。但是呢，这外国公司他把芯片卖得很便宜，目的什么呢？挤掉其他厂家的芯片，让大家都只能买我的。你买我的，加入到我的专利保护伞，就不会有人告你了。当然，你的代价你要把你的专利贡献出来。那么我们的很多企业明知道这个好像是不合理、不平等，但是乖乖的做了。华为是有自己的终端芯片，而且性能上不比国际上最好的终端芯片差，甚至还比他们还有一些地方更好。当然，我们很多方面还有差距，但是我们相对过去已经很不容易了。想当年在3G 时代，华为在500强里头排200多位，爱立信排几十位。现在，华为排500强里头排30几位，爱立信排400-500位。想当年你比人家差的时候，
人家觉得无所谓，根本不屑于理你。而现在呢，能够重视你到这个程度，说明你影响他了，你到了对他挑战的地位，不仅仅是个单一的武器，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在往社会主义新时代、往高质量发展阶段所能遇到的这个情况。没有5G也会有找到别的东西来出现同样的情况。所以可见，5G 背后承载的绝不仅仅是个移动通信，它承载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希望，是我们国家是不是停留在低技术发展的阶段，能不能走到高技术，走到世界的前面。现在5G 牌照发放了，中国的6G 的研究开始了。6G 是什么？按照移动通信的发展，每一代它的峰值速率是上一代的1000倍。有人说，未来的6G，它的终端希望速率是什么呢？100个 G 到1个 T， 跟光纤一样。当然了，现在想不出来1个 T 干些什么用，靠大家去想。那么想完了，再说用什么技术去实现它。那么好了，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吴院士。云南白药气血康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那么在您今天开讲的过程中，我们也通过央视网现场图文直播，很多的网友也提了很多他们感兴趣的问题。首先进入我们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来看一下网友给您的提问。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心声。刚刚买的4G 手机，5G 就来了，我们怎么办？别怕，移动通信尽管它一代一代，但是上一代跟后一代也是兼容的。5G 的建设能达到4G 现在规模也要7、8年了。5G 的覆盖没那么快，很多地方是没有5G 信号的，那你只能用4G 啊。目前来看，如果你的需求没有到5G 那个水平，你继续用4G就用4G嘛。刚才你展示的4G 跟5G 手机差不多的，人家一般看不出来你是4G、5G。吴院士一个解答，直戳现在年轻人内心深处的痛点——虚荣心。吴院士说了，你放心，手机上是看不出来的。5G 手机目前还挺贵，现在真正在国内也就4000左右嘛，可能最好的华为卖出来是5000多。您刚才说的国内4000多左右，很多同学下意识的捂了捂口袋。你不要赶最早的来批啊，对不对？对，后边它就降价了。对，之前您开讲说过那个光纤，对，我记得特清楚。您说光纤最早的时候可能是2000块钱，对，1公里。1公里，现在大家猜一猜，光纤1公里多少钱？40。今年是30多了。所以当时吴院士说了一个比喻，说真的，现在光纤比面条便宜，你买1公里面条都不止30块钱。买面条没人按公里买的。给我来5公里。只不过呢，我在家里量过，把挂面来量每根多少长，然后多少根，然后算一下。您真干这么无聊的事儿呢？我要证明这句话准不准确，对吧？这就是科学家的态度。除了网友的问题，现场也有很多的观众对5G 非常的好奇。这个问题非常的现实。他说，2G 时代很多网络小说家变成了有钱人，4G 时代很多短视频的网络主播成为了富豪。我想问一下吴院士，5G 时代有什么商机呢？我想发财。随着每一次技术进步，实际上是会带来一个产业的机会，所以就看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技术进步的特点。司机提速降费了，这个时候短视频来了，所以5G 时代这个流量的资费进一步下降，终端的类型就不会只限于手机，更多种多样的终端 ，APP 也不限于就是游戏的了，
对刚才工业上也可以，医疗上也可以对，智慧城市也可以，等等也可以，包括什么冬奥会等等应用。你知道高山滑雪最快的速度是多少？我看他们知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啊？没有一个人知道吗？ 250公里。对。你知道冰球的速度最快是多少？有没有人知道？160公里。那么这个呢，只有在冬奥会上，只有5G 才能显现出速度与激情，没有说做不出来，只有你想不到。接下来时间留给我们现场6位青年代表。好，我们的第一位青年代表，这位青年代表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也有一位观众在问题当中提到了你。有一位观众说，前一段时间一位北京邮电大学的男生叫我是何同学，他上传了一段在北邮校园体验5G 的视频，被广大的网友广泛的浏览和转发。您看到了吗？我知道，我看到。对，就是何同学。一进学校，这个高贵的符号便出现了。这玩意儿是真的快，平均下载速率在700 Mbps 左右，上传在80左右，几乎是4G 速度的10倍。我现在最大的期望就是当我5年后再打开这个视频，会发现速度其实是5G 最无聊的应用。未来速度快也许是5G 最无聊的应用。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速度这个宽带这方面，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能理解，但是像万物互联和那个超低延时这些东西，我们现在一是很难体验到，二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应用之后究竟会对社会产生多么大的变化。我个人认为，就是后2点肯定会比第一点更能改变我们的社会，更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这就是我说那句话的原因。他说所谓快最无聊，只是说快仅仅是一步，对，并不代表5G 的全部，对。而5G 的更有意义的价值，还在于怎么充分的把它的全部能力发挥出来。然后我其实看过您3年前来开讲了的那期演讲，那期的主题我记得应该是就是互联网对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影响。我对那期演讲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首先您特别风趣，这样大家都能感觉到。其实就是您的思维就特别的活跃，对未来的很多判断都特别的大胆，特别的超前，而且可能比我们这代人都要更清晰一些。您是怎么做到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到现在，不断紧跟科技潮流，不断有所突破的呢？这是像什么呢？我觉得2个方面，一方面呢，对这个行业，对这个技术本身的一种喜欢，一种兴趣所然；另一种呢，还是一种压力。因为呢，我现在还是国家新一代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的总司，还在管理着中国移动通信的技术开发，从06年开始，一直到明年吧，这个计划10几年，从3G、4G、5G 走过来。那么国家有一定的投入，同时企业也有自筹，怎么能准确地判断技术方向，让国家的投入不会打水漂，让企业也能为它未来的产业找到市场，同时要面对国际的竞争，不能落后于国外，所以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我实际上我的业余生活很喜欢看看足球啊等等，只不过有些时候呢，还是忍痛国外，是吧？当然还有一些时候呢，我看他老输，就是对，看着太伤心。哎，看着太伤心。但是就说，毕竟还是有一种压力。另外，我也是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的示范工程的专家委员会主任，我也是物联网专家组组长。既然你承担了，那还得有一种责任，那要去做。所以在这个时代呢，不仅仅是说你想做好就行了，你如果不好好学习，那你跟不上，因为这个技术发展非常快。当然，实际上呢，尽管好像看上去比较辛苦，但是学习或者说工作也是一种乐趣。所以我觉得，
也是国家给了你这个机会，应该说也是幸运的。其实从吴院士的回答当中，你能感觉到2个支撑点，一个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这种好奇心，就是未来到底还会怎样；另外一个就是责任。大家还记得刚才吴院士在开讲当中，就是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的那一段。5G 背后承载的，绝不仅仅是个移动通信，它承载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希望。是我们国家是不是停留在低技术发展的阶段，能不能走到高技术，走到世界的前面？它折射出的是一个民族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停留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们究竟能够在未来把这个国家和民族带向一个怎样的前景？实际上，一个76岁的老人，在很多这个年纪的老人已经享受着天伦之乐的同时，吴院士仍然还站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长远未来发展的角度，在思考这些问题。至少我每天工作比996还多。谢谢。在您身上的确看到了这个老一辈人的这种责任和担当，非常感谢，谢谢您。谢谢何同学。下一位，石宇。谢谢吴院士，也谢谢萨老师。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大3学生石宇。听了吴院士的分享，然后我发现原来5G 能跟这么多我们的生活场景联系起来。当我们把5G 和 VR 结合在一起的话，那就说明就是我们可以在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就是进入到这个虚拟的场景，而且这个虚拟的世界一定是越来越精彩的。那么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去耽于这种美好，想要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一直待下去？我要更正一点 ，VR 不一定都是给你美好的，也可以制造很多恐怖的场面，对吧？但是虚拟世界可以让你尝试了很多你现实世界所做不了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有更多的体验，跟人的本身的自制力有关。你是不是能够尽学应试？毕竟你还要生活在现实世界，虚拟世界里头给你的面包啊、好吃的东西啊，你是吃不着的。在这个意义上，你还是得回到物理世界。那么，另外，现在有很多人有孤独症啊、抑郁症啊等等，实际上在通过 VR 对话，能够有一定意义上的对他们做一些心理上的解脱。实际上，虚拟的结果是要帮助人回到真实的世界上，尽管有些副作用，但是总的来讲，正面的作用还是大的。谢谢您，向您致敬。谢谢。下一位，咱们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这么快，可能也催生了很多新的企业。比如说有些像什么企业，可能突然一天就火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消失了。如果咱们回过头来看，中国互联网已经发展30多年这么长时间，对于之后的发展，您认为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什么忠告或者建议，或者有一些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随着互联网发展，中国兴起了一批新的企业，它的这个估值很高。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更多的是停留在商业模式创新上边，而且呢，有一批企业是跟风的，认为我只要烧钱烧得越多，我就能把市场占住，后边资金链一断了，那就不行了。所以有些前几年活得很不错的、风头很旺的企业，现在活成了自己都不想看的样子。并不是说创新不对。关键说，仅有商业模式创新是不够的，还得有技术创新。即便商业模式创新，也不能靠仿制。在5G 时代，我相信一定会有一批新的企业诞生。但是呢，更重要的不是赶时髦，而是看到了5G 带来的机遇和找到了市场的痛点，利用这个机会，你就能走在别的企业的前边。谢谢您，谢谢。来，下一位。我是来自青海青南地区的一个通信建设的一个基层员工啊。咱们5G 现在开始商用了，其实咱们偏远地区的一个4G 的覆盖率，包括4G 的一个渗透率，都相对还要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5G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场景应用
能使这个偏远地区的这个老百姓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对，通信的发展总是有不平衡的，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呢，如果说你没建4G 的地方，那现在建5G 也未尝不可。为什么呢？5G 的频谱利用率比4G 高3倍。现在华为做的5G 基站跟4G 比，能耗节约20%，整个重量要减少20%。随着技术进步啊，它比4G 还便宜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没建的地方，你也可以直接走到5G。当然了，有没有专门适应西部的需求呢？实际上是有的。5G 加上无人机，就可以整个巡视这个辽阔的草原，我们就可以大大节约人力。比如说陕西，比如出苹果，那么在苹果开花的时候啊，大概开花期很短，据说只有1个礼拜。那么能不能知道这个苹果到时候丰收啊，还是不丰收啊？因为有些时候苹果如果太多了，到收购的时节可能就卖不出价钱。那么这个时候呢，利用无人机带上5G，然后通过上边一扫，就从苹果的开花状况就能预测苹果的收入。另外，既然地广人稀，那么医疗资源就缺乏，教育资源就缺乏。那么这些医疗教育的应用，应该也是边缘地区很好的5G 的应用前景。没有什么说没有需求，只是说我们能不能满足不同地方的不同需求。谢谢院士解答。我对你比较好奇，因为从你的肤色我判断，在青海这边架基站应该是比较苦的事儿。对，沙老师。我不知道你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域和人口的一个概念。就我现在所在地就差不多是26万平方公里。你们有多少人？我从2011年开始参加到这个地区的通信建设，当时是12人，到目前为止差不多是17、18人，总共这么多年是增加了5、6人左右吧。17、18个人管26万平方公里。对对对。哦。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日常的一个工作场景。对。哇。第一张是我们一个悬崖的一个光缆的临时部署，像第2张的话，整个是一个澜沧江整个要跨河，然后第3张的话是我们这个像冬季里面是一个日常的一个维护，包括一个抢修。仅仅是我们在检修啥呢？那也是光纤光缆传输，就埋在地下的光纤光缆。对对对，对。然后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冰山一角。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到的这个移动通信以及我们通信的能力，实际上是上百万的通信人这么艰苦努力创造的，才能让我们真正能够看到手机上的这些信号格。对，所以谢谢他们。谢谢院士，谢谢邵老师。谢谢。希望刚才吴院士讲到的未来所有5G 时代的这些应用场景，不久以后都能在你们那个地方，都能被当地的老百姓能够使用，能够感受。谢谢。下一位。吴院士好，小蔡老师好。黄淼。对，我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哦，开膛破肚的来了。对，5G 对于像青海这样的边远山区必须建，一定要建，因为我平时在临床工作中看到了太多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北京来看病的患者，所以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尽快的完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为更多的老百姓带来我们大城市的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这是一个医生的心声。对，未来我们的医疗的设备也会越来越轻便化，我们所有的带线的视频传输的东西都会被淘汰掉。急救车上就可以直接连上5G， 对，急救车上的仪器设备就可以直接上网。但是同时，我有一个隐忧，因为作为医生，我们直接面对的是生命，我们其实是不愿意我们手中的武器有任何的差错。我们平时在工作中最怕的就是断电、断网。所以，如果将来5G 普遍应用的时候，如果因为技术的原因出现了一些医疗事故，那么谁来去定这个责任？谁去保护我们的患者？谁来去保护我们的医生？这是一个
很好的问题。实际上呢，断电这个呢，5G 解决不了，是吧？但是呢，断网这个呢，实际上我认为，手术室这么重要的位置，它不应该是只有一根网线。对，你把中国移动接进去，也把中国电信的再接进去，你有备份，把广电也接进去，对吧？至少呢，你多路由啊有冗余，这样才能提高可靠性。5G 本身它的目标是做5个9的可靠性，但是毕竟还有0.001%的可能不可靠。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多重手段。有一个观点，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就其实任何技术所犯的错误背后都是人的原因。对，也有管理的问题。对。不过黄医生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新技术发展呢，都伴随着法律伦理的一些挑战。那么在这些方面呢，需要加强它的研究。比如说刚才远程手术，究竟是指挥那个人出问题，对，负责任，还是现场动刀那个出责任、负责任？这些都是有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谢谢吴院士。好，谢谢。最后我们还有一位青年代表，乔思萌。小撒老师好，然后吴爷爷好。今年的6月高考刚刚结束嘛，我也就成为了一名准高3的学生，还有323天就要步入高考的考场了。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谢谢。那么现在我跟我的父母也会去关注像大学选专业这样的问题。在5G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哪些领域会出现哪些新的职业？您能预测一下吗？本节目由金鸿魔法冰箱赞助播出，金鸿冰箱给你健康。5G 是打开了跟很多垂直领域、垂直应用的结合点。我们现在最缺乏的不是单一的信息技术人才，而是说既了解信息技术，又了解行业应用的人才。本科他可能还是学单一的东西，但在研究生阶段最好能跨更多的专业。你既可以选择信息领域专业，可以选择别的。但呢，实际上现在更多领域都会用到信息技术。这个专业的技术变化太快了，你会很累，你在不断的学习。但是整个行业发展也需要有这些有志的人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谢谢吴爷爷。学技术领域的，能够像吴院士这样头发保养得这么好的很少。哎，我头发都白了。但你看白了，至少您都在呀，头发。啊。光也有光的一种帅气。在整个开讲的过程当中，吴院士不但给我们带来了关于5G 未来的很多的畅想，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真正今天中国新兴互联网领域领军人之一身上的这种特质和风采。总有人在问，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或者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们身上具备什么特质？我想这些特质可能很难用1句话、2句话描述清楚，但是可能能用一些细节体现出来。比如今天吴院士身上穿的这个淡蓝色的衬衣，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是，在之前吴院士本来是想穿白色的短袖衬衣，因为吴院士平时可能穿的更多的，他觉得轻松自在。但是我们的编导反复跟吴院士沟通，说实在不好意思，吴老师，我们现场的灯光很强，白色的衬衣容易反光，使得我们的镜头曝光过度。反复的劝说吴老师不要穿白色衬衣，吴老师只说了1句话：为什么你们一直在回避问题？为什么你们不能想一个办法解决问题，让嘉宾穿白色衬衣也不会曝光过度？所以我在想，一个科学家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展望和未来，而是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好当下，才有未来。谢谢吴院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再次掌声感谢吴院士，下一期开讲再见。想要自己的路自己走，不给平凡生活个借口，只要给我机会去疯狂。